歡迎來到深夜故事屋，我是香菜。我喜歡聽故事，也愛說故事，希望我說的故事你也喜歡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希臘哲學家的特修斯之船理論，或者稱作特修斯悖論。大意是說，一艘船上腐爛掉的木頭或者零件逐漸被替換掉，直到所有的零件都不是原來的零件時，那這艘船還是原来的那艘船嗎？現代的醫學科技如此進步，可以移植的器官越來越多。如果一個人的重要器官都被換過，那他還是原來的那個人嗎？今天的故事就是以此為發想。故事開始嘍。原來的我。陳志成今年42歲，是一間工廠的科長，每天早上7點出門，晚上6點下班，生活規律的就像工廠裡的生產線。他是個單親爸爸，有一個女兒小晴。太太在小晴5歲那年因為胰臟癌走了。那段時間志成幾乎是撐着一口氣活下來的。告別式那天，小晴拉着志成的手問，他們說媽媽是去當天使了，爸爸，那媽媽會回來嗎？志成說不出話來，只能摸着小晴的頭，心疼着女兒還那麼小就失去母親的陪伴。現在的小晴小學3年級，個子不高，綁着馬尾，寫功課時會皺眉頭，但笑起來眼睛眯眯的，像月亮一樣可愛。放學後，小晴會在安親班做功課。到了晚上7點，志成騎着機車到巷口，看見小晴背着書包從安親班門口跑出來，大喊爸爸。那一刻是志成一天裡最真實的快樂。他們經濟上不算富裕，但足夠，生活平淡卻溫暖。一天傍晚，志成正在工廠核對報表，手機突然響起，是安親班老師打來的。老師的聲音緊張的發抖。是小晴爸爸嗎？我是楊老師。小晴被同學推擠，不小心摔下樓梯。我們已經叫救護車送去醫院了。志成腦袋轟的一聲，他立刻放下手邊的工作，衝去醫院。急診室的燈刺眼的讓人頭暈。安親班老師一看到志成，馬上跑過去，想解釋事情的經過。但志成一看到主治醫生，立馬衝上前。他強忍住緊張的情緒，希望能從醫生的口中聽到好的結果。醫生的語氣很專業，也很冷靜。病人摔到腦幹，情況非常嚴重，即使維持生命跡象，也可能永遠醒不過來。家屬可能要有心理準備。永遠2個字像一把鐵錘，震碎志成最後的理智。他癱坐在病房外的椅子上，全身顫抖着。志成想起妻子躺在病床上的模樣，那種無能為力的感覺再次迎面襲來。他已經失去過一次了，老天爺怎麼還能再向他奪走他僅有的唯一？就在志成幾乎崩潰的不知所措時，一位穿着西裝的年輕男子走到他面前。男子看起來約30出頭，氣質沉穩，笑容恰到好處。您好，陳先生，我知道現在說這些可能有點唐突，但我們公司有一項新的療法，也許能幫助到您和您女兒。如果您願意，我現在就為您解說這項療法的內容。志成抬起頭望向男子，眼神空洞。男子自稱是某醫療科技公司的專案負責人。他說，目前有一種針對植物人狀態的實驗療法，在病患的腦部植入微型神經機器，透過家屬的記憶資料重建意識結構。簡單來說，我們能讓他回來，小晴會和以前一樣。和以前一樣？那會有什麼副作用嗎？志成的聲音透着疑惑、期待，卻又有點不安。男子停頓了一下，說，現在還在臨床實驗階段，不過到目前為止的實驗對象和家屬的反應都還不錯。我們需要更多的實驗資料，如果通過臨床實驗，未來植物人就可以獲得重生。您的決定對未來有同樣經歷的家庭貢獻非常大。
而且小晴的腦部才剛受創，3天內是手術的黃金時期，預後的成功率是最高的。陳先生，你要不要考慮看看？志成看着病房裡毫無反應的女兒，他沒有多想，便簽了同意書。手術很成功，小晴的頭部只有一個直徑約1公分大的小孔，那是截取志成某些記憶的神經元晶片植入的地方。2天後，小晴睜開了眼睛，男子微笑着恭喜志成和小晴可以回到原來的生活，而志成更是不敢相信，這一切真的如男子所說的會和以前一樣嗎？小晴能說話、走路、跑跑跳跳，記得爸爸的名字，記得媽媽去當天使，記得家裡沙發底下藏着他的小熊。志成幾乎跪下來感謝老天爺了。可是好像有些地方不太对。第一個不太對的地方是笑容。以前的小晴笑起來的時候，眼睛眯眯的像月亮，現在的她笑得更燦爛，但眼神卻沒有了那份靈動。志成告訴自己，那只是他的心理作用，沒事的。第二個不太對的地方是說話的語氣。有天晚上，他忽然对志成說：“爸爸，你那天在病房外面哭了3分42秒。”志成愣住：“你怎麼知道？”他微微歪頭：“我當然知道啊，因為那是我們的記憶啊。”他的神情很亮，亮得不自然。日子一天天的過去，小晴變得更聰明，功課幾乎不用教，數學題目一眼就解開。他開始說一些以前不會說的話。爸爸，你是不是想幫我找一個新媽媽？志成從來沒說出口，小晴怎麼會知道？這些年，志成父代母職，雖然早已上手，但他總覺得小晴漸漸長大，有些女孩子的事情還是由媽媽來處理，比較不會尷尬。而且這些年，他也認識一個不錯的女性，但因為怕小晴不能接受，因此遲遲未能跨出那一步。志成去找那位男子，詢問這些時間他的發現。為什麼小晴會說出一些他原本不可能會知道的事情？其他的實驗者也有這種情況嗎？我感覺小晴手術後的個性和以前不一樣了。男子平靜地解釋：我們不只截取了您的顯性記憶，也包含了潛意識的情緒資料。我們認為這樣才能重建比較完整的人格。的確，我們的實驗者資料庫中，成人的資料比較多，兒童的資料相對少了一點。科學家認為，兒童的個性本來就還在形塑當中，小晴只是提前接受了比較成熟的記憶。在他成長的過程中，頭腦會不斷歸納吸收更多的刺激，逐漸形成自我的人格，而變得更完整。錢先生，您真的不用想太多。換個角度想，即使沒有經歷這場意外，小晴進入青春期以後，也有可能變得叛逆，不是嗎？或許是吧，志成這樣安慰着自己。某天半夜，志成起床上廁所，聽到小晴房間裡有一點動靜。小晴坐在床上，沒有開燈。正當志成想開口時，看到小晴盯着前方，低聲說話：“媽媽，你那時候也不想死，對吧？”志成的心臟幾乎停止。他問：“小晴怎麼了？”小晴抬頭看着志成，臉上掛着疑惑的神情。“爸爸，我剛剛有夢到媽媽哦。她說你不要怪自己當年沒有帶她去更好的醫院接受治療。”那是志成這輩子最深的自責，他從沒對任何人說過。志成此時終於明白，小晴不是恢復，她是被拼湊出來的。她擁有志成的記憶、志成的恐懼和愧疚，而原來的小晴，在醫生宣布腦死的那一刻就已經不存在了。最後的轉折點發生在一個午後，志成在公司接到學校電話，小晴在操場的司令台階梯處對那個在安親班推擠她的同學說：“你知道腦幹在哪裡嗎？如果從這個角度推下去，腦死的幾率是最高的。”
他的表情冷漠到同學嚇得跑去告訴老師。老師覺得小晴應該只是亂說，但保險起見，還是跟志成說了這件事。志成知道那不是亂說，那是冷冰冰的資料和計算，不帶任何感情。晚上回家吃晚飯時，志成看着小晴一如往常津津有味地吃着他最愛的排骨。小晴啊，你今天在學校為什麼會對同學說那種話？你以前不會這樣的。他輕聲問。小晴沒有看向志成，他邊吃飯邊滿不在乎地回答：那是事實啊，我只是想讓他知道。小晴的眼神閃過了一絲冷酷，就只有一瞬間，但那個瞬間讓志成徹底崩潰。眼前的小晴不是原本的他，就算原來的小晴還在，青春期的他也絕對不會變成這個樣子。一直到這個時候，志成才終於明白，他想留住的不是小晴，而是拒絕告別的自己。隔天，他聯絡男子，要求終止實驗。在病房裡，小晴靜靜躺着，看着他。爸爸，我也要去當天使了嗎？這次志成一樣說不出話，流着淚點點頭。小晴沉默了幾秒，然後輕聲地說：爸爸，其實你早就知道，我只是你捨不得放手的記憶，對吧？那句話溫柔得不像機器。儀器停止後，病房安靜得可怕。志成握着小晴的手，直到體溫慢慢散去。這一次，他沒有逃避。志成替小晴辦了告別式。他在靈堂前跟小晴說：小晴，你要和媽媽在天上一起當快樂的天使哦。你們放心，爸爸會好好活下去。謝謝你當我的女兒，爸爸很愛你。每天晚上7點，當志成再次騎車經過安親班那條巷子，他仿佛聽見有人喊爸爸，但他不再回頭，因為他知道真正的愛不是把人留在身邊，而是學會在失去了以後，仍然感恩過去和珍惜當下，而自己也該繼續往前走下去了。故事結束。我們都以為愛一個人就是想盡辦法把他留住，留住聲音，留住笑容，留住回憶，留住所有的一切。可是我們很少去想，當我們拼命留住對方的時候，我們到底是在愛那個人，還是在愛那個自己不想失去的感覺呢？科技能複製記憶，卻複製不了靈魂。每個人之所以獨特，不是因為完美，而是因為不可重來。回到一開始的理論，大家對於特修斯之船的想法是什麼？如果未來的醫學真的可以進步到植入記憶，你們會做出和志成一開始一樣的決定嗎？還是選擇放手呢？歡迎留言分享哦。謝謝大家收看這集的故事。如果喜歡我說的故事，歡迎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並分享給同樣愛聽故事的朋友們。另外，如果有想聽的題材，或是有自己親身的人生故事想分享，歡迎寫信給我。我整理過後會在這裡分享給大家。深夜故事屋，我們下次見。